Hello， 兄弟们，我是有风。那 PIK 的话，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它是一个专业的 AI 视频生成工具。那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利用 PIK 这个 AI 视频生成工具，生成出具有电影质感般的一些视频呢？如果你知道如何调整 PIK 的一个运动引导比例，或者说摄像机的移动的参数，那么你就有可能制作出具有电影级的一个视频。我们怎么样才能写出具有专业级别的一个电影提示语，才能保证你的场景、色彩或者灯光的一个一致性？在这个视频里面，有风会分享PIK 全方面的所有的一些知识，告诉你怎么样创建具有电影感的一个提示语，把这个提示语放在一个 AI 图片生成工具里面，比如 Midjourney，生成出专业的级的一个具有电影感的一个图片。我们再把这种具有电影感的一个图片转化成一个视频，通过调节非常多的一个参数，你就可以制作出一致性的一个电影级的一个镜头，让你的角色的话栩栩如生。那为你的场景的话增加非常多的一个动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一起来实操一下。那首先我们打开 PIK 的一个官方网站。那我们这里的话可以点击右键复制一下这个链接。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打开 Discord。在 Discord 里面的话，我们直接Ctrl 加 V， 然后点一下回车，把刚才复制的链接粘贴进来。好，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加入 PIK 这个服务器。进入服务器后的话，我们在它这个图标上面点击右键，然后这里点击一个消息。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用图片生成一个视频，或者说用文字生成一个视频。当然的话，提示语的话，它只认识英文，所以你需要先写出你的一个提示语，然后再把这段提示语的话翻译成一个英文，好，复制进来。然后我们首先，它里面生成视频的方式有两种，第一个的话是文字生成视频，第二个的话就可以用图片生成视频。那有风先用文字生成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打一个斜杠。好，这里选择一个创建提示语，好，粘贴一下，然后把我们的提示语的话粘贴进来，然后按一下回车。好，这里的话可能要稍等几分钟稍等1到2分钟，它就会帮我们生成一个视频。有风之前已经生成好了，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好，这就是一个宇航员在月亮上行走的一个视频。这个是直接用文字生成的一个视频，它生成的时间的话只有3秒钟，这个效果的话一般。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下给大家看，我们用图片生成的一个视频。那首先图片生成视频的话，也是在这里打个斜杠，然后我们选择一个 Imagine， 让图片动起来呢。这次我们选这个，好，这里上传我们的一个图片。图片的话，有风已经用 Midjourney 事先已经生成好了。等一下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生成出这样比较专业级的一个图片。好，我们双击一下它，然后的话直接按一下回车。这个刚刚生成的也可以。有风生成了很多这个的话也是直接用文字生成的一个视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我们用图片转成视频生成的一个效果，明显感觉要比文字转视频的效果要好很多。那我们来一起来对比一下文字转视频和图片转视频的一个效果。当然的话，要让我们的一个图片动起来的话，我们需要在它后面加上一些参数。比如说第一个参数，
那我们打一个斜杠来继续生成给大家演示，还是选择一个图片转视频，然后我们上传一支我的一个老鹰。这个老鹰的话，有风也是用 AI 生成的。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怎么样生成像这样的一个效果。好，这里的话我们点击一个增加，这里的话点击这个提示语，然后这里我把这个话打进来，就是一个飞，这个飞老鹰在飞，然后它的后面是它的一个参数，打一杠，后面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是 camera zoom in， 就是一个放大，然后它的一个运动量的话是在2，这个参数的话会在1到4之间。那1的话就说明它的运动就比较小，那4的话就是运动幅度比较大。那弄好以后我按一下回车，稍等个1分钟左右，它就会帮我们生成好。好，这个就是生成后的一个效果。好，飞起来，然后 zoom in 就是一个放大，运动量12，我们来看一下。好，有一个放大的一个效果。当然的话，我这个 zoom in 的话也可以改成一个 out， 就是一个放小的一个效果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次的话我叫它飞，然后视频在视频中间的一个效果就是一个变小，我们来看一下。好，它会镜头的话离我们的一个物体它就会越来越远。当然的话，里面还有非常多的一个参数，我们都可以调节。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那这个效果的话，就是一个相机向上平移，那就是我们的一个摄像机向上平移。你看，明显感觉我们的镜头在往天空上面走。这里加的一个相机向上平移，接下来就是一个相机的话向下平移，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就是相机，你看明显相机在往下面走。好，我们可以用参数控制它所有的一个运动方向。这些参数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描述简介里面了。等一下兄弟们，你们可以打开来直接复制去试一下效果。这里再看一下，这个的话是镜头的话向左移动，我们来看一下。镜头的话向左边，你看镜头已经在向左边移动了。OK， 这个的话是 right， 就是镜头的话向右边移动。一定要打一个杠，后面一个相机移动方向是向右。我们来看一下，好，镜头的话向右在走，很明显感觉。我们可以用这些参数的话来控制我们的一个视频的一个效果。这个的话是一个向上，然后再向左，我们来看一下，向左，镜头的话向左上方移动。这个的话就是镜头的话向左上方移动。这个是镜头的话 right， 就是向右上方移动。我们来看一下，镜头向右上方移动。里面的话还有一个旋转，它里面有个顺时针旋转，还有一个左视，还有一个逆时针旋转。那个看到 camera 这个是旋转的意思。这个是 CW， 就是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CW 的话就是一个逆时针旋转。整个视频的话它就会进行一个逆时针一个旋转。那这个 CCW 的话它就是一个顺时针的一个旋转，看一下。接下来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motion， 就是它的一个运动量，就是它的参数的话是在1到4之间。1是最小，4的话就是运动幅度是最大的。我们来首先看一下，我这里设置它的一个运动量的话是1，我们来看一下。很明显感觉1的话，它确实动的不是很多。那我们来看一下2，运动量我现在设置是2，来看一下。2的话稍微幅度要大一点。我们再来看3。3的话它的幅度的话会更大，4的话是最大的。那么再看一下。4确实太大了，人都已经变形了。那我们设参数的时候的话，应该设到1或者2之间，应该就差不多了。那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参数，叫做 NEG。那 NEG 就是什么呢？就是可以去除掉里面你不想要的一个效果。那我把这段话翻译给大家看一下。
你只要在后面打一个斜杠，打一个横杠，然后后面打一个 NEG，那后面比如说你不想要的所有效果呢，比如说你不想要它质量差，你不想让这个视频失真啊，你不想要这个运动波动不稳定啊，你不想要这个视频变形啊，都可以在前面加上一个杠 NEG， 然后的话后面的话用英文跟上它。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视频的一个效果，就是波动幅度不会太大，然后也没有变形啊，加了以后的话效果就是这个样子的话啊，它的整个视频的话看起来的话可能就会更平稳一些，那没有噪点不失真啊，对它的要求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还可以让这个美女的话眨一下她的眼睛啊，给大家看一下。当然，我们可以针对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部位来调整一下它的动作。那比如说，我想要这个美女眨一下她眼睛啊，这个关键词就是它的一个眨眼睛啊。你可以先用中文啊翻译成英文以后啊，再在里面来输入一个提示语。那我们来看一下眨眼睛的一个效果。OK， 你可以看到她眼睛已经稍微眨了一下。这里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图片生成视频怎么弄，怎么加参数。这里还是首先打一个斜杠，然后选择一个第一个 animate image， 就是让图片动起来啊。这里的话上传一下我们的照片，然后这里点击这个增加，这里点一下它，好，这上面选择这个提示语。好，这后面的话就可以加上我们的一个描述，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个参数。生成视频之前的话，我们需要先用 AI 的话，把我们的文字转化成一个视频。因为这个工具的话，它用图片转视频的一个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在第一步的话，我们需要先用 AI 生成我们需要的一些图片。那生成图片的话，市面上有非常多的一个工具，那比如说免费的有雷拉多呀，有 Firefly 呀，或者说是这个 Stable Diffusion。付费的话，比如说有 Midjourney 呀，等等等等。那我们来给大家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 Stable Diffusion， 我们来试一下它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直接点击开始免费试用啊，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输入一下提示语。那我这里给出的一个提示语就是一只在天空中飞翔的老鹰。然后我们在提示语里面把它粘贴进来，然后我们等一下对比看一下哪个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在后面设置的一个效果你可以选的，里面有很多，我选的这个电影感的一个效果。这里还有一个高级的一个提示。你可以点开一下，控制一下它的比例这些参数等等。那弄好以后，直接点击这个生成，这里会显示一个时间。那同时的话，因为它生成是要时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一个雷拉多，我们也来用同一个关键词来试一下。那我们开始。那雷拉多里面，你选择一个模型我随便选一个，然后这里选择用这个模型生成上面的话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语，也就是这个提示语，然后点击生成，点击一下生成 ，OK， 这个就是雷拉多生成的一只在天空中飞翔的一个老鹰。那这个还没有生成好，那稍微再等一下。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 Firefly 生成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是这个点击一个免费的一个使用，点击免费使用。那我们选择第一个生成文本转视频。好，这里的话输入我们的一个提示语。好，这里点击一个生成。这个 Firefly 的话，它右边的话，这里可以选择一下它的一个比例，比如说16:9。它里面的一个效果在这里可以选。这里你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样式这里都可以选，都可以进行一下更改。
好，这个也生成好了。Stable Diffusion 它生成出来的一个老鹰啊，就是这个效果。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下载一下。这个效果的话，只能说一般吧。雷拉多生成这个效果应该要好一点。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 Firefly 生成的一个效果。付费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的话，比如说用 Midjourney， 那 Midjourney 生成的效果的话，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效果。那有风用到的这张老鹰的图片的话，就是用 Midjourney 来帮我生成的，就是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非常的厉害。付费的话，还有 OpenAI 旗下的这个图片生成工具。那有风的话，推荐的话还是大家用 Midjourney 来生成吧。如果你这个真的要商用的话，还是用 Midjourney 生成出来的效果的话，应该是目前市面上最好的一个效果。那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网站，国外的一个大神他写的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提示语。这个网址的话，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了，你们可以直接打开来。这里的话，你可以给他填一个价格，这个价格你可以填0，你可以填1。这个就是给他一个赞助的一个费用。那你填0也可以，填个给他赞助5美元也可以。我这里比如填个0，然后我点击这个购买。好，点击好以后的话，这里的话需要点击一个，这里需要输入一下你的电子邮箱，然后点击一下获取。好，这个时候的话，它就会跳转到这个页面。这个页面里面的话，它有非常多的一个提示语，都是这个大神总结的一些提示语。那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提示语呢？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语的话，它不仅可以用于一个我们比如说图片的一个提示语，那当然的话，我们的一个视频提示语的话，也可以调用它里面的一些参数。那比如说这个关于相机镜头的它就有这么多。那我随便复制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相机和镜头，它是哈苏的一个相机、佳能相机、尼康松下、柯达等等非常多的一个相机。这个你可以用到你的一个提示语里面。还有它的一个角度，来给大家翻译一下看一下。那比如说你在生成图片的时候，它需要用到一些什么角度？比如说平视角度、高角度，还有低角度、相机角度、超高角度从背后拍中景、远景全景等等这些角度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进行一下调用。灯光的话，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它里面有些什么参数。灯光的话，比如说有个晴天有多云、雨天雪天。总之非常多，这个大神总结的非常多。这个角度的话，有风刚才这个老鹰的话，就是用的这里面的一个角度给大家翻译一下。比如说长镜头、中景、特写极限镜头、全景。那有风刚才这个老鹰的话，我就用的这个就是一个鸟瞰的一个镜头就是从空中比俯视镜头更高的一个视角，那就是有风这只老鹰，我都用的这个镜头给你看的一个就是一个鸟瞰的一个镜头的一个参数，我已经加在后面了。那就是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个。这里面的参数的话非常的重要。那你们生成，你如果不是专业的摄影人士，那你这些肯定你是不懂的。所以说如果有这么专业的一个网站，那我们都可以参考一下，比如说地面视角重眼视角，这么多专业的术语，建议大家收藏一下这个网站。而且这个大神他还经常会更新，这里还有灯光，还有光线，什么光这里也可以进行控制，还有这个电影。那如果电影的话，我应该觉得这个里面是用的是最多的。
那如果你要制作电影的话，电影制作人啊，你可能需要用到的一些什么镜头、一些什么特写啊，里面都给你描述的非常详细。啊，动作电影，那比如说喜剧电影，那你可以调用这些。啊，摄影师的话，它里面用的一些什么样的专业一些术语啊，这里面都有。啊，下面还有比如说摄影师的名字，哪个摄影师可能他拍的照片比较有特色，那我们也可以调用他一些。里面太多了，你们自己可以去好好研究一下。那在这个地方，就是你看了这么多参数，你可能觉得好复杂、好难，是不是？没有关系，有风教大家一个好的方法，怎么样可以生成，比如说我们比较专业的一个提示语。那我们打开 GPT， 那请我们的 AI 来帮忙一下，因为这里面的东西我们自己学确实有点痛苦，太多了，因为里面。OK，GPT 的一个提示语是这样子的。我说，假如你是一名拥有20年工作经验的好莱坞电影导演，那我一会会发一些提示语案例给你，叫他先了解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个页面的话，我拉到12这个页面，就是一些非常专业的一个提示语。那我觉得这里面非常有用啊，大家可以来参考一下。我先翻译一下大概意思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他写的非常的详细。那等一下我们就要用这个模板叫 GPT 的话，帮我们生成一些专业级的一些图片提示语。那武士电影中的电影场景，那身穿传统盔甲，手持武士刀啊等等。那运动模糊，它的一个需要包含什么动作？运动模糊。那远景是硝烟弥漫的战场，那里面比如史诗动作场面，啊动态动作、动态战争姿势。那拍摄的角度的话，叫做荷兰式角度拍摄，由哪个导演拍摄的？然后他哪一个获奖影片？啊，服装需要有细节。啊，它的一个需要超现实啊，清晰锐利，需要焦点，还需要一个电影调色、胶片颗粒细节。你看，兄弟们是不是感觉这个非常的专业？啊，接下来我把它这一段复制过来，我需要用一下它这个提示语，交给我们 GPT 来学习一下。啊，我上面说这就是我的一个提示语案例1，你先了解一下，我说发送给他。好。这个目的的话是让我们 GPT 先学习一下我们上面大概用到的一些东西。好，它下面还有一个，我们再把第2个的话发送给他，再让我们的 GPT 再来学习。啊，我说这个是我的一个案例2，你先了解一下，还是同样这句话发送给他。啊，接下来我会给他第3个提示语。我说等一下我会给你主题，那请根据我的主题帮我写出类似的一个提示语。好，我给他的第1个关键词的话是阿凡达，我们来看一下。好，兄弟们，是不是下面的提示语是不是来了？非常的专业啊！这个写出来的话，出来的效果也是非常的 nice。我们来试一下。啊，我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语。那顺便的话，我们在这里翻译一下给大家看一下，看他写的是多么专业。阿凡达，郁郁葱茏的森林，发光森林，那充满着想象力的鲜艳色彩，那异世界的生物，令人惊叹的视觉效果。啊，这个是受到哪一个电影的一个启发？啊，奥斯卡最佳制作设计，啊，身临其境的3D 体验，视觉震撼的 CGI， 哇，这些史诗般的一个外星之旅。哇，这些非常专业的一个提示语啊，自己写的话肯定是写不出来的啊。我这上面的话已经训练的差不多了啊，接下来的话你只需要发送主题给他。那比如说空中的飞车，好，看一下，它也会根据这个我空中的飞车又帮我生成一些专业的提示语。那接下来我需要做的就是一个。打开我的一个
Midjourney，然后的话把我的提示语发送给他。我选择第一个，打个斜杠，然后发送给他。那后面的比例的话，我们一般改成一个16:9。我们等一下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空中飞车的一个非常专业的、具有电影感的一个图片效果。用这个方法的话，有风的话生成了非常多的提示，比如说《阿凡达》当中的一个主演杰克·萨利啊，他的一个提示语；《阿凡达》中这个女主角啊，这个的他的一个提示语。啊，比如说《阿凡达》中他在空中飞，那这样一个提示语，那非常多的一个提示语，而且出来的效果都非常的专业。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没有变成16:9，因为我这里16:9前面少了2个横杠，啊，重新再来试一下，打个斜杠。好，这里前面一定要打2个横杠，16:9。好，按一下回车。来看一下有风之前生成这么多提示语啊，生成的一些效果。我有风觉得真的非常的震撼，给大家看一下。阿凡达中，我这个是叫他帮我生成一些，比如说打斗的一些场面。这个阿凡达中，这我叫他叫开宇宙飞船，这种是生成出来的这么一个效果。啊，开宇宙飞船。这非常具有电影感，这个场面这种颜色色调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影感的一个色调。啊，这就是阿凡达，用 Midjourney 帮我生成的阿凡达的一个形象。那里面非常多，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逼真，而且这个效果。阿凡达当中这个主演嘛，这个你看它里面这个细节的话，都已经非常的到位。啊，给大家放大看一下，你看后面所有的细节太厉害了。哎，你们只要学会刚才有风训练 GPT 的方法的话，那你们也可以生成像有风这样一些专业的图片。那这个的话也是我用 GPT 帮我生成的《阿凡达》当中这个女主角的一个形象照片，那非常多。那这个骑的这个怪物，这个也是。还这个飞鸟的话，我有风还是非常的满意的。还有一个外星飞船吧，这个应该是。那这个驾驶的一个有科技感的一个机器吧。好，我们来看一下 Midjourney 帮我们生成的一个空中飞车，我来看一下，看它是不是有这种电影场面的一个大片的这样一个效果。OK， 这个车果然已经飞在天空中来了，这就是我们刚才用 Midjourney 写好的一个空中飞车的提示语啊，生成出来的一个效果，非常棒。这个页面所有用到的所有的这些参数的话，我们同样可以在比如说 PIK 里面通用的都可以调用这些参数。这里的话，有风总结了一下 PIK 里面常用的一些参数。那我会把这些参数的话放在视频下方描述里面，你们可以打开来看一下。那比如说这个 FPS 代表的就是一个帧率，一般电影的帧率的话就是24帧，那默认的话也20帧，这个就不用管它。运动强度就是 motion， 它的参数的话是1到4之间，参数越高的话，它的运动就越明显。那第三个是 GS 的话，它的一个数字越高，就是与你文本提示的一个相关性的话，它就会越大。那默认参数的话，它是8到24之间。这个是一个删减提示，也就是一个-NEG。刚才有风给大家演示一个，比如说你图片中不想要出现什么样的内容，就在后面加上相关的一些内容。这里一个比例的话，这个就很简单了，-A 16:9 9:16。手机的话就9:16，电脑上的话16:9都用的比较多。
种子文件的话，就是可以调用你之前生成的一个视频，生成一致性的一些视频。那这个的话用的还是非常多，就是一个相机运动的一个参数。那它里面有放大、zoom in 放大PAN 就是平移旋转，还有旋转放大了比如说放大放小，这个的话就是一个放大，杠 camera zoom in 就是一个放大，杠 camera zoom out 就是一个放小，摄像机平移，好，这个就是一个摄像机向上移动，杠 PAN up， down 的话就是向下。向左、向右 ，left、right，右上、右下、左上、左下，这些都可以进行控制。最后的话就是一个旋转，旋转的话就是 CW、CCW 等等，逆时针旋转，还有一个顺时针旋转这几个参数。其实它里面参数也不多，就几个，而且我们常用的话就是这个 bullshit 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强度，还有是3减的一个可能会用一下。其他的话就是一个相机运动，就是这3个参数的话平时用的比较多。那有风的话，这里列了一个表，就是我们一个标准的一个提示语之间，它可能会用到的一些参数，比如说老鹰在天空中飞翔，给大家举一下例，就这个为例。好，以这个老鹰在天空中飞翔，先给大家看一下效果。生成的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好，我们来看一下，就来分解一下它的一个提示语。首先的话，首先需要一个电影感，它的风格我们需要有一个电影感。第二个参数的话，我们比如说它的一个物体，它的一个动作，比如说物体就是老鹰，动作的话就是在天空中飞翔。第3个的话就是一个镜头的一个类型，镜头类型的话有风选择就是一个鸟瞰的一个拍摄，还有一个场景描述我需要天上有蓝天白云灯光的话我选的是阳光日光，运动强度的话1到4之间，有风建议大家一般选择1到2就可以了，因为3到4的话运动强度太大。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一个相机的一个运动，摄像机的话它是向左平移、右平移、向上平移还是向下平移。最后一个的话就是一个GS 就是这个数字越大的话，它和你的文本相关性就越大，它就是一个与你提示文本的一个相关性。它的参数到8到24之间，这个也用的比较少。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完整的加起来一个提示语有风铃这样写的。比如说这上面的话，我们全部需要把它翻译成英文，你在制作的时候。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风格的话就是一个电影感，就是一个电影感。老鹰在空中飞翔，一个老鹰在空中飞翔，这里我已经写好了。对，然后的话，它的一个视角的话就是鸟瞰拍摄，鸟瞰拍摄就是这个 bird 这个鸟瞰视角。然后它的一个灯光的话，阳光的话，我选的就是一个阳光。后面的话，相机运动的话，我选的就是一个 zoom out， 就是一个放小的一个选项。motion 的话，运动的话，我填的就是一个on。直接你可以根据上面的这些参数来组合成你自己的一个提示语。你可以参考这个页面的给的所有的这些提示语，你都可以加在这个视频生成这个提示语里面，它们其实都是通用的。这里面的知识内容太多了，太多组合了，兄弟们可以好好去学习一下。这里写好以后的话，我直接复制一下它，然后的话，我们来到这个 PIK 里面，然后我们打上一个斜杠，然后的话选择 Imagine， 选择第一个还是比如说我选择我们的一个，我选这个老鹰。好，把我们刚才这个提示语，我们刚才根据上面这个规则的这个提示语，复制一下。好，这里点击一个增加，好，这里选择一个提示词，把这个直贴粘贴进来以后，按一下回车。等一下的话，最后中出现的一个效果的话，大概就是一个这个效果。老鹰在运动，看是不是非常的像？还有一个参数我稍微变动了一下，这就是一个放小。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这里选的这是一个 zoom out， 就是一个放小。
这上面的话就是一个平移，相机的话，你看向右平移，好，你看到我的摄像机已经就在往右边走了，导音就在往左。其实有风一直都在研究这个 AI 电影视频啊，但是整体感觉下来，这个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但我相信这个 AI 的话，它会进步得非常快。希望你在这个视频中啊，你能够获得一些关于 PIK 的一些深度的一些知识，掌握出如何制作出具有电影感的一些专业级的一个视频。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给有风留言。啊，如果你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很高兴认识你，我是有风。我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的是一些网上赚钱、网上创业的一些思路和想法，那希望可以帮到你。那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链接，还有所有的一些提示语，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那兄弟们，你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